OpenAI 这周最难受的不是 Claude 又变强了一点，真正难受的是 Claude 突然接上了 Musk 阵营的超级算力，而 Musk 本人正在法院里追着 OpenAI 打。你可以把它想成3个画面。第一个画面 Anthropic 在台上宣布，我们拿到了 SpaceX Colossus 1的算力，超过22万块 NVIDIA GPU， 300多兆瓦的新容量。第二个画面 Musk 在法庭上继续说 OpenAI 背离了最初的非盈利使命，变成了一个逐利机器。第三个画面 OpenAI 自己也在承认，今年光计算资源可能就要花掉500亿美元。这3件事放在一起才是这期真正要讲的东西，不是 Anthropic 和 Musk 正式结盟一起干掉 OpenAI。 这个说法现在没有公开证据，公开信息能证明的是算力合作，不是政治结盟，也不是资本合并。但这件事还是很重要，因为 OpenAI 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 Claude， 也不是一个 Grok， 更不是 Musk 一条推文，它面对的是3关：算力关、官司关、信任关。 OpenAI 过去几年最强的地方是模型领先、产品领先、用户心智领先，但 AI 战争走到今天，光会做模型已经不够了，你还要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有多少 GPU？ 我有多少电？我能不能在用户最想用的时候让模型稳定跑起来？ AI 产品最怕的不是没人用，最怕的是大家都想用，但你供不上。先看第一关，算力关。 Anthropic 这次和 SpaceX 的合作表面上是一个供应链新闻，但它背后的信号很清楚， Cloud 不是没有需求， Cloud 是需求太多，算力开始吃紧。 Anthropic 官方说它会使用 SpaceX Colossus 1数据中心的全部算力，这个合作会给它带来超过300兆瓦的新容量，对应超过22万块 NVIDIA GPU。 这个数字不用复杂解释，你只要知道一件事，这不是小修小补，这是给 Cloud 背后直接加了一座弹药库。更关键的是 Anthropic 拿到这批算力之后，马上就宣布提高 Cloud Code 和 Cloud API 的使用额度， Cloud Code 的5小时限制翻倍， Cloud Pro 和 Max 账户的高峰时段限额削减被取消， Cloud Opus 模型的 API 限额也明显提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批 GPU 不是拿来摆拍的，它直接解决的是用户正在遇到的限制。 AI 产品一旦进入代码、代理、企业流程这种场景，算力消耗会变得很夸张。过去你问聊天机器人一个问题，他回答完就结束了，但现在很多开发者不是问一句，他们让 AI 连续跑代码、改文件、查 bug、生成测试，甚至像一个小助理一样连续工作几个小时。这种产品最要命的地方是越好用越烧卡，所以 AI 公司现在有一个很讽刺的处境：用户少是问题，用户太多也会变成问题，因为模型能力只是门票，稳定、便宜、足量的算力才是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这条新闻会让 OpenAI 不舒服，不是因为 Cloud 马上就要超过 ChatGPT， 而是因为 Cloud 背后突然多了一批可以立刻变成产品体验的算力。在 AI 代码这个战场上，谁能少限流，谁能跑得久，谁能让开发者不用老是算额度，谁就更容易把用户留下来。很多观众看模型竞争喜欢看排行榜，但企业、客户和开发者没那么浪漫，他们关心的是今天能不能用，晚上高峰期会不会卡， API 会不会突然限流，团队工作流能不能长期跑。 AI 时代的客户忠诚度不只来自谁更聪明，也来自谁不掉链子。不过这里一定要把边界讲清楚， Anthropic 接入 SpaceX算力不等于 Anthropic 彻底倒向 Musk。 Anthropic 现在不是只跟 Musk 合作，它同时有 Amazon 的算力安排，有 Google 和 Broadcom 的合作，有 Microsoft 和 NVIDIA 的 Azure 容量，还有自己和 Flustack 的美国 AI 基础设施投资。所以这件事更像什么？更像 AI 军备竞赛里的现实主义，谁有卡我就先用谁的，谁能给电我就先接谁的。在这个阶段 AI 公司没有资格讲洁癖，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几年真正稀缺的不是发布会，不是融资故事，而是能马上跑起来的算力。这就把 OpenAI 带到一个尴尬位置。 OpenAI 很强，但 OpenAI 也很贵，它强到几乎所有人都想用，也贵到它必须不停找钱、找电、找数据中心。 Reuters 报道，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在庭审中说 ，OpenAI 今年预计在计算资源上花费500亿美元。他还说 ，OpenAI 的计算成本已经从2017年的大约3000万美元上升到今年的数百亿美元级别。这个变化太夸张了，它等于告诉你 ，AI 公司已经不再像传统软件公司，它越来越像云计算公司、芯片公司、电力公司和研究实验室的混合体。以前做软件边际成本很低，今天做大模型，每一次用户调用背后都在烧 GPU、电力和冷却系统。所以 OpenAI 今天的难题是它必须继续领先，但领先本身也在把它拖进一个越来越重的基础设施战争里。这句话很重要， AI 不是轻资产故事了， AI 正在变成重资产战争。这也是 Musk 为什么突然变得更有杀伤力。以前很多人看 Musk 做 AI 只看 Grok， 如果只看 Grok， 它很难和 ChatGPT、Cloud、Gemini 这种成熟产品相比。但如果你把 Musk 的 AI 放进 SpaceX、xAI、xTesla、Starlink 这一整套体系里看，
故事就不一样了。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 xAI， 把 Musk 的太空业务和 AI 业务合到一个更大的体系里。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 Musk 不是只想做一个聊天机器人，他想做的是 AI 基础设施、火箭、卫星、数据中心、社交数据、自动驾驶、机器人，最后都能被放进一个故事里。而现在 Anthropic 来用 Colossus 1等于帮这个故事补上了一个关键证明，不只是 Musk 自己需要这套算力，连 Claude 背后的 Anthropic 也愿意来租，这对 Musk 很重要。因为他如果只在法庭上骂 OpenAI， 外界会觉得这是私人恩怨，但如果他一边告 OpenAI， 一边把 SpaceX 变成头部 AI 公司的算力供应商，叙事就变了。他可以说，我不是反对 AI 商业化，我反对的是 OpenAI 这套商业化方式，我也能支持其他认真做 AI 安全的公司。这一步比发10条推文都更有杀伤力，因为他把 Musk 从一个批评者变成了一个军火商。第二关是官司关， Musk 和 OpenAI 的矛盾已经不是普通商业纠纷，这场官司打的是 OpenAI 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你到底有没有背离最初的使命。 OpenAI 在2015年成立时自己说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非盈利人工智能研究公司，目标是让数字智能以最可能造福全人类的方式发展，不受财务回报、压力束缚。这句话放在2015年是理想主义，放到今天就是法庭上的证据。因为今天的 OpenAI 已经不是当年的研究实验室，它有 ChatGPT， 有 API， 有企业客户，有 Microsoft 深度合作，有新的公司结构，还有未来更大的资本市场想象。所以 Musk 现在攻击的不是一个产品，他攻击的是 OpenAI 的原始叙事。 Musk 的说法是 OpenAI 背离了非盈利初心，背离了为了人类的承诺。 OpenAI 这边的说法完全不同。 OpenAI 的律师在庭审中说， Musk 当年想要的是控制权，是王国的钥匙，现在起诉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看，这就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了，这是一场叙事战争。 Musk 在讲一个故事， OpenAI 从理想变成了金钱机器， OpenAI 也在讲一个故事，我们必须商业化才能买得起算力，留得住人才，继续和 Google、Anthropic、Meta、xAI 竞争。这两个故事都有现实基础。 Musk 能抓住 OpenAI 的历史承诺， OpenAI 也能拿出今天的成本账单。理想很美，但 AI 的账单是真的贵。这也是这场官司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单纯问 OpenAI 有没有赚钱，而是在问一个说要造福全人类的 AI 组织能不能同时变成一个估值巨大的商业公司。这件事对 OpenAI 非常关键，因为 OpenAI 最大的资产不只是模型，还有信任。用户信它，企业信它，开发者信它，投资人信它，监管机构至少要愿意相信它不会完全失控。一旦这个信任被反复审问， OpenAI 就会很难受。法院最后怎么判是一回事，但庭审本身已经把 OpenAI 最不愿意被翻出来的旧账重新摆在公众面前。为什么从非盈利走向盈利？为什么需要 Microsoft？ 为什么要改结构？为什么一个造福人类的使命最后会和几百亿美元算力支出、股权分配、潜在 IPO 绑在一起？普通用户平时不关心这些，大家只关心 ChatGPT 好不好用。但 AI 越来越像基础设施以后，这些问题就不再是硅谷八卦，它会变成公共问题。谁控制 AI？ 谁从 AI 里赚钱？谁来监督这些公司？谁来确保他们没有只服务股东？这就是第三关，信任关。 OpenAI 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很危险，所以它的新结构一直在强调一件事，非盈利基金会仍然掌握治理权。按照 OpenAI 自己的结构说明， OpenAI Foundation 持有 OpenAI Group 26%的股权，并且通过特殊投票和治理权可以任命 OpenAI Group 董事会成员，也可以替换董事。 Microsoft 持有大约 27% 的股权，剩下 47% 由员工和其他投资人持有。 OpenAI 想表达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完全变成一家普通商业公司，我们的非盈利使命还在治理结构里。但市场会不会完全相信，这是另一件事，因为观众看的是故事，监管看的是风险，投资人看的是回报，企业客户看的是稳定。每一方问的问题都不一样，用户会问你到底是不是安全的，监管会问这么强的模型权力集中在谁手里，投资人会问500亿美元的算力支出最后怎么回本，企业会问我把工作流接近你的模型，会不会哪天因为官司、治理、监管、成本问题出事？这才是 OpenAI 现在的真实压力，不是模型突然不行了。OpenAI 当然还是很强， ChatGPT 的用户心智依然巨大， OpenAI 的产品能力也依然是行业第一梯队。但强不等于没有压力，越强越会被审视，越靠近 AI 时代中心，越要回答更难的问题。今天 OpenAI 真正尴尬的地方是，它需要商业化来支撑使命，但商业化越成功，外界越会怀疑他有没有背离使命，这就是他绕不开的悖论。再回到 Anthropic 和 Musk 这条线，这次合作为什么让人敏感？不是因为 Anthropic 马上成了 Musk 阵营的一员，而是因为他让 OpenAI 的对手们看起来越来越像在互相补短板。Anthropic 有模型和安全叙事，
但缺算力。Musk 有算力和基础设施故事，但 xAI 在产品性质上还没有 ChatGPT 那么强。SpaceX 需要向外界证明它的 AI 基础设施不是自己给自己讲故事。这三方放在一起，利益刚好能接上。Anthropic 拿到卡 ，SpaceX 拿到客户 ，Musk 拿到一个可以攻击 OpenAI 的新角度，这就是现实主义合作。不一定有联盟协议，但效果很像战场上的临时补给线。这条补给线一旦跑通 ，OpenAI 就会多一个压力。它不再只是和 Claude 比模型，它还要和 Claude 背后的算力供应链比稳定性。它不再只是和 Musk 打官司，它还要面对 Musk 把自己变成 AI 基础设施供应商。它不再只是解释自己有没有商业化，它还要解释商业化之后凭什么继续代表安全 AI 和造福人类。这三件事叠在一起才叫三面夹击。当然也不能把这件事讲得太满。SpaceX 和 Anthropic 讨论轨道 AI 算力，也就是所谓太空数据中心。这个听起来很科幻，短期内不能把它当成已经落地的业务。太空数据中心有很多硬问题，发射成本、维修成本、辐射、散热、延迟、太空碎片、监管，每一个都不是一句未来趋势就能解决，所以这部分更像远期叙事，不是短期收入。但叙事本身也有价值，因为 AI 行业现在最缺的就是新基础设施故事。地面数据中心越来越贵，电力越来越紧，地方社区和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当头部 AI 公司真的开始讨论太空算力，就算它离落地还远，也说明行业已经被逼到开始寻找下一套基础设施方案。过去 AI 公司比的是模型参数，后来比的是用户数，现在比的是 GPU、电力和数据中心。下一步可能比的是谁能把基础设施拉到更极端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这条新闻不是小新闻，它不是单纯的 Claude 用上了 Musk 的 GPU， 它是在告诉市场 AI 战争开始变重了。以前是实验室战争，现在是工业战争。工业战争最残酷的地方是理想最后都要落到账本上。你想训练更强模型要钱，你想推理成本下降要卡，你想服务企业客户要稳定供应，你想保住公共信任要透明治理。OpenAI 现在必须同时做4件事：继续做最强模型，继续拿到足够算力，继续证明商业化能回本，继续说服外界他没有丢掉最初使命。这4件事任何一件出问题都会被竞争对手放大。Claude 拿到算力会让 OpenAI 的产品压力变大， Musk 打官司会让 OpenAI 的治理压力变大，外界重新审视 AI 安全会让 OpenAI 的信任压力变大，而500亿美元的计算支出会让 OpenAI 的商业化压力变大。所以不要简单说 OpenAI 要完了，这太粗糙。 OpenAI 没有这么脆弱，它现在依然是最重要的 AI 公司之一。更准确的说法是 OpenAI 正在从领先者变成被所有人围着审题的人。以前大家问 ChatGPT 是不是最好用，现在大家问你花这么多钱能不能回本？你和 Microsoft 的关系这么深，独立性够不够？你从非盈利走到商业公司，使命还可信吗？你的竞争对手现在也有算力了，你还能维持领先多久？这才是 OpenAI 现在最难受的地方。领先者的难题不是有人追你，而是所有人都开始用放大镜看你。接下来真正该盯的不是标题党说的 Anthropic 和 Musk 是不是联手干掉 OpenAI， 这个问题太早也太戏剧化。我会盯3个更具体的坐标。第一， Anthropic 和 SpaceX 的合作会不会升级？如果只是一次算力采购，那它就是供应链合作。但如果以后出现更长期的容量绑定、轨道算力合作，甚至更深的资本关系，那才说明阵营化真的在加速。第二， OpenAI 官司最后怎么影响公众叙事？法院怎么判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庭审会不会让监管、企业、客户和投资人重新审问 OpenAI 的治理结构。 AI 公司最怕的不是被骂，最怕的是大家开始怀疑你凭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利。第三， OpenAI 和它的竞争对手，谁能先把算力账单变成稳定收入？500亿美元的计算支出不是写在 PPT 里的成本，它必须靠企业、客户、API 订阅、开发者工具和未来新产品慢慢消化。如果 AI 需求继续爆发，这笔钱可能是护城河，如果收入跟不上，它就会变成压力山。所以这期最核心的判断是 OpenAI 不是因为一条新闻就危险了，但 AI 战争的规则已经开始对它不那么舒服了。过去 OpenAI 赢在模型和产品，现在它必须赢在算力、治理、商业化和信任。这4张考卷他要一起交，而 Musk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每一张考卷上都给他加一道题。他在法庭上问你还记得最初的使命吗？他在 SpaceX 里问你有足够便宜、足够稳定的算力吗？他在舆论场上问你到底是为了人类还是为了投资人？这才是 Musk 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只用一个产品打 OpenAI， 他是在用法律、基础设施和叙事一起打。 OpenAI 能不能扛住，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已经很明显， AI 行业不再是几个模型在排行榜上互相追逐，它正在变成巨头之间的资源战争。谁有卡，谁有电，谁有客户，谁有现金流，谁有信任，谁才有资格打到下一轮。所以别被 Anthropic 联手 Musk 干掉 OpenAI 这种标题带偏。这件事
更准确的说法是 Claude 拿到了 Musk 的弹药库， Musk 拿到了攻击 OpenAI 的新叙事，而 OpenAI 正在被迫证明自己不只是模型强，它还要证明自己配得上 AI 时代中心这个位置。你觉得 OpenAI 现在最难过的是哪一关？算力关、官司关还是信任关？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这里是3元，我们下一期再见。